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大雁 Talk 频道。今天我们来深入的了解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攻略啊，因为很多人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从来没去过嘛，然后就会想说，那边的交通状况到底怎么样？方不方便？安不安全？那我因为前不久刚去了一趟这个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来聊一聊，也许给大家有一些启发或者帮助吧。然后，不论你要是去这个吉隆坡玩，还是要去这个槟城去看哈，这个视频都会给你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建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的大部分的这个交通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它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这种交通系统毕竟它的这个国土的面积也不是非常小，也是还是有一定的规模所以它的整个交通的这个工具基本上大部分都有不管是从这个繁忙的都市，或者是这个邻近的乡村就是不管是吉隆坡还是槟城这些都是有很好的这种交通的工具，所以你大可放心，不用很担心。那么我们首先来讲的是，吉隆坡，因为我们大部分去的话，很多人他都会从吉隆坡这个出入境所以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个吉隆坡这块吉隆坡的话，它的这个公共交通其实是非常好的它的这个地铁MRT 还有轻轨，还有单轨车这些基本上都有的所以你要在它这个城市其实最快的方式其实就是通过这几个这种快速交通的方法你可以到达它城市的大部分的地方，包括从机场下来以后，你也就可以去做这个就是地铁跟轻轨这种工具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可以去买票就是它可以买一个那种单程票，也可以买那种好像是日卡还是月卡那种东西。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在这个大的交通上，比如说你在这个，因为吉隆坡其实也不小，它那个面积还蛮大的，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大的这个城市的范围里面在调度，然后细的到具体的位置，你可以再打车或者怎么样，都比较好处理。然后除了这个地铁跟轻轨以外其实它还有那个巴士，巴士的话，就是它就是跟我们普通的那种公交是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去查它路线路程表巴士的话，我觉得也还可以人也不算很挤，不知道是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人不是很多还是怎么样，就是还算宽松，很舒服的。然后出租车也是 OK 的，但是我们一般就是都会弄那个 Grab 那个软件你去就是网约车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你公共交通有一些还可以，但是有一些的话，因为你必须得跟当地人去沟通，就比如说买票或者是一些这种咨询那这样的话，你如果英语不是特别好的话，也许会有一些困扰。当然，如果你英语很好也无所谓的对吧？我只是说，如果英语不是很好的话，我觉得 Grab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因为你在软件上已经把你的地点还有要去的地方都已经告诉他了，所以等于实际上你上车之后你也不用多说什么如果刚好碰到对对华人或什么，你可以多聊两句。那如果不是的话也没有关系，你英语不好你就默默的坐车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在吉隆坡啦。那如果我记得是槟城的话，槟城的话就是因为它槟城是这样的，槟城它是一个主岛，然后边上是就是陆地就不能叫陆地，就有点像就是比较大的大陆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边上有个小岛，槟城岛然后那个就是你如果到了槟城的时候，它可能需要就从那边到主城区你要么就是要坐 Grabber 它过个桥啊、对，一般是这样子。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傍晚，然后呃它有出租车，但我不太会弄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用 Grabber 然后到了槟城主城区，那个地方就已经很方便了。槟城其实你也可以散步，然后坐公交车或者是Grab 都很好。反正我整体来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网约车啦因为这样比较方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城市跟城市之间，城市跟之间的话，你有几种选择吧。一种就是如果比较远的话，比如说你要
槟城到吉隆坡，或者是到新山，你这种比较远的地方，你可以坐飞机啊，这个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因为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距离它不是非常的长，所以你其实更合适的方式应该是坐火车。火车的话，他们有那个官网可以订票，就是订你就是你只要上他们的官网，也有 APP 啦，好像就很简单啦，你就大概把这个你要去的地方，然后时间定一下，然后基本上就可以买票。而且那火车，那火车站是蛮小的，然后比较旧式的，但是很干净，车子也很干净，然后也比较安静，不会特别吵闹，所以我觉得火车环境还可以。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巴。诶，我觉得大巴的话，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我只是说从西马的这个角度很有趣的是西马，就是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巴车非常方便，因为它的城市跟城市之间的距离不算是非常远。如果你是旅行的话，你可以一个一个去玩。那么每个这个大巴车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花费不是很多，一两个小时吧，然后长一点的3、4个小时，一般就是你玩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一个城市，然后再换一个地方，所以我是很推荐大巴，而且大巴环境非常好然后你也可以选择那种很大的那种像沙发的那种大沙发的那种位置稍微贵一点，但是很舒服。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里面，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这个城际的这个大巴，非常的舒服，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价格也不是很高，然后如果你要去从西马到东马，这是那个就另外一回事了，你可能要坐飞机而且他们好像，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过去需不需要再办什么东西，反正我没有这样跨越了，我这一次去的主要还是在西马的这个范围里面，然后也有人说是可以租车，呃，不知道，我不太敢在这种就是异国他乡租车，因为对他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模式法规可能不太熟悉，因为毕竟每个地方的它这个法规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不是很建议租车的这个方式因为好像马来西亚的交通主要还是跟英国有点类似的哈，它的交通就是对会有很多不同的差异，所以不是特别推荐。那么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也给一些建议吧，就是说我们去马来西亚的需要可以顺利先准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可以买一些交通卡呀，比如说这个吉隆坡的这个卡，然后地铁什么的，好像都是可以用的。还有就吉隆坡它，哎，我觉得就还是要说一下，就吉隆坡它有一个那个观光巴士就是双层的那种观光巴士，我觉得那个非常值回票价，就是你可以以很快的速度就把这个吉隆坡好好的看一下，就是大体上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你要一个一个景点去跑的话，你可能还是会漏掉很多东西。那我觉得你可以先逛一个这个大概，然后你再想看去哪个地方玩，这个我觉得会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就是在马来西亚，就是你那些交通的一些 app 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 Grab 还有KTM 什么这些交通的软件，我也大部分都是靠这些软件进行买票或者查询因为对，因为这样子你会更快更方便，自己也感觉更放心一些然后就是还是要避开一些交通的这个时段，毕竟去玩嘛，你不用去跟人家去挤这个上下班时间什么的。还有就是呃，就是他那边的机车会比较多啦，就是摩托车、机车都会比较多，所以这块你就是如果步行的话要稍微小心一点。然后就是自己的财务不管在哪里，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对对，因为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尊重当地的一些文化吧。我觉得，毕竟他那边是多文化的这种交汇的地方，有些东西我们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还是谨慎一点会比较好。
总的来说，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还是非常的便利的，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都非常好。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方式看是要快还是要慢，对吧？可能这个要巴士、火车甚至飞机都是可以的。呃，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是不需要担心的。然后今天就说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喜欢，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好，再见。